我们打算去探访索马里赫赫有名的海盗村，此行可能面临难以预计的突发状况。为了3波不同的团队，最终我们出了3倍的工资，才终于有安保人员愿意和我们一同前往海盗村。肯定有人想问啊，索马里现在还有没有海盗？那么你耐心看完我们这个系列的视频，你应该会有自己的答案。索马里是非洲大陆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海边分布着无数个渔村。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村子，就曾经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海盗们盘踞的地点之一。海盗啊，在很多人的认识里面，应该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他们海盗的生活应该都是挺富裕的，对不对？我们的车子开进海盗村之后啊，我都不敢相信，眼前那些用废旧的铁皮搭成的房子里面住着的就是曾经的海盗家族。这次的安保团队十分谨慎，在出发之前对我紧急培训了 AK 的操作要领，甚至提出了让我背上 AK 进海盗村的建议，但因女性在索马里持枪太过显眼，最终并没有执行。为什么我们去一次海盗村需要这么的严阵以待？因为索马里的海盗之所以彪悍，就是因为他们的装备很强。现在索马里海盗村里的状况谁也说不准，而且呢，索马里人爱吃一种草啊，叫做恰特草。这种草吃多了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会很亢奋，说不定你哪个动作、哪一句话，无意间得罪了对方，惹怒了对方，就很容易擦枪走火。在索马里的每一个村子里，都有类似地头蛇一类的组织，海盗村里也一样。我们在路上向一位卖鱼的大爷打听了这个村子里地头蛇或者叫管事人的地址，然后派安保团队前去沟通打点。好在过程很顺利，我们终于可以正式进入海盗村了。在海边等待的时候，村子里几个来自权势家族的女性跑出来都要跟我合影。从没在生活中见过活的外国人，他们眼中的我确实是挺稀罕的吧。不过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我们进入海盗村也算多了一层保障。为了安全起见啊，村里的管事人安排我们去探访了几户特殊的家庭，这些家庭里面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年男性。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索马里的海盗村里人人都是大富翁吗？我们带着花了3倍的价钱请来的安保团队，走进了这个曾经索马里海盗盘踞的村落，也走进了这个如今很少被外界所关注到的群体今时今日的生活。这户人家没有男主人，当家的是眼前这个10多岁的瘦弱男孩。They are really less than $3, no more. So he don't go to school? No. Yeah, school no. 海盗村里没有成年男性的家庭并不少见。在索马里有一座监狱专门关押着海盗，这座监狱在前些年几乎人满为患。失去顶梁柱的海盗家庭，如今过着令我意想不到的落魄生活。Five person. This girl not legs problem here. 他们家有5口人哈，整个家庭就住在身后这么一个就是非常小的一个房子里面。这种房子它也没有那种像所谓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这种布局，基本上就一间屋啊，所有的人都住在里面。看到这种天气啊，他们家也没有什么电器啊之类的，连风扇也没有，坐在地上啊乘凉，也没什么事做。因为这种房子他们就是所有的功能都集合在一起啊，也没有水，没有电，连电灯都没有，所以说他们做饭就很简单。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做饭的地方，有点像就像我们出去野炊的那种感觉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厨房。小男孩靠打零工赚取每天约20人民币的收入，养活一家5口人。这样的生活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否则全家面临饥饿。You sleep here, sleep 啊，yeah。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他们整个家庭睡觉的一个地方，几平米的一个地方啊，地上铺一张薄薄的这种垫子，一年四季都不会特别的冷，白天也在这儿，晚上也在这儿。然后他们这个房子呢，就是这边很常见的那种铁皮屋，四面八方都是用那个铁皮给钉起来的，大门的地方用一块这种蛇皮口袋啊，把它做一个帘子，一挡就成为一个房间。这个地方主要是热，所以说这个房间到了中午的时候是非常的闷的。大家想想，这个铁皮屋子里边，就是热量是很不容易散发的，室外都是40-50度，这个屋子里面能有多热啊？为什么他们都当海盗了，家人的生活还这么落魄呢？其实海盗的内部也是有分工协作的，你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里面呢，有高层的领导，也就是海盗的领导人，也有基层实际操作的人员，也叫海盗打工人。海盗确实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承担着高风险的就是基层的海盗打工人，享受着高回报的呢就是高层的海盗领导。他们家人已经算是人口很少的了，很多家庭就是动辄10几个孩子这种，这个家庭真正的劳动力啊，也就是依靠身边的这一个小孩，没有接受教育的话，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出路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工作去养这么一家人，去干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事情，是非常容易走上这种路的。所以呢，我们回到上一集的那个问题，索马里还有没有海盗？这真的很难说。这一代人，他们长大之后面临生存环境的恶化，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他们作为海盗的后代，又该如何去养活他们的一家人？下一集我们将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探访曾经黑鹰坠落之地，当年残酷激烈的战争究竟为这个国家留下了怎样的痕迹？